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实力有多恐怖？一场简单的国内比赛，竟然涵盖了4位奥运冠军和2名世界冠军，一共有4位奥运冠军和2个世界大赛的冠军，共同来竞争1枚全运会的金牌。如此炸裂的阵容，竞争确实太激烈了，也难怪人家说拿世界冠军容易，但拿了中国冠军也很难。这是2021年全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全红婵、张家齐、陈芋汐、任茜和张敏杰同时出现在一场比赛中时，便注定着这将是一场载入史册的比赛。到底谁才能戴上希望的皇冠呢？让我们正式进入比赛。首先登场的是上海队的张敏杰，最后得到了70.5分。北京队张家齐的第一跳，最后得到了81.5分。四川队任茜的第一跳，最后得到了81.5分。上海队陈芋汐的第一跳，最后得到了81.00分。广东队全红婵的第一跳，最后也得到了81.00分。首轮战罢竟然有3名选手并列第一，也预示着比赛的激烈和残酷。来到第2轮，我们来看张敏杰的第2跳，最后得到了76.8分。张家齐的第2跳，最后得到了80.00分。任茜的第2跳，最后得到81.6分。哇，太优秀了！陈芋汐的第2跳，完美一跳得到了86.4分。全红婵的第2跳，最后得到了80.00分。第2轮结束，陈芋汐凭借这一跳拿到了第1的位置，而张家齐和全红婵则并列第2。来到第3轮，张敏杰的第3跳，最后得到了73.6分。张家齐的第3跳，张家齐的这一跳出现了严重失误，最后得到了66.00分。任茜的第3跳，这一跳最后得到了77.55分。陈芋汐的第3跳，漂亮，再次得到了87.45分。全红婵的第3跳，最后得到了74.25分。这一轮陈芋汐依然稳居第1，任茜反超至第2，全红婵第3名。张敏杰的第4跳，张敏杰同样是身体打开的时机出现了问题，最后只得到了29.7分。我们来看张家齐的第4跳，最后得到83.2分。任茜的第4跳，最后得到了80.00分。陈芋汐的第4跳，最后得到了72.6分。全红婵的第4跳，完美一跳得到了92.8分。这一轮全红婵展现了强大的实力，借这一跳反超了陈芋汐排名第1，而任茜和张家齐分别位于第3和第4名，还剩最后一跳，到底谁才能笑到最后？张敏杰的最后一跳，最后得到了72.00分。张家齐的最后一跳，最后也得到了75.2分。任茜的最后一跳，最后得到了73.6分。接下来就是紧张又刺激的冠军之争，上海队陈芋汐的最后一跳，稳定一跳，最后得到了72.00分。此时全红婵的机会来了，她能否再次创造奇迹呢？不得不说太轻松了，没有问题。当全红婵犹如一根银针稳稳地插入水中之时，现场的观众彻底疯狂了。裁判也是不约而同的给出了91.2分。最后广东选手全红婵凭借最后2跳成功逆转夺冠，再次展现了杀手本色。最后让我们一起为全红婵鼓掌点赞。可以看3位奥运冠军即将上演神仙打架。今天的这场比赛竞争非常的激烈，神仙斗法的效果，漂亮，太棒了！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这一幕发生在2021年全国跳水冠军赛女子10米跳台决赛现场。本场比赛最大看点当属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寒门小将全红婵与女子双人跳冠军张家齐和陈芋汐的巅峰对决。众所周知，奥运冠军易得，全国冠军难夺。那么3位奥运冠军在这场神仙打架的角逐中，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回到比赛现场一探究竟。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一共跳5轮，率先上场的是东京奥运会双人跳冠军张家齐。
旗，它代表的是北京跳水队，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0 的动作 107D， 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张家齐这一跳动作完成度以及水花处理的都不错，最终获得了81.00分。接下来上场的是同为东京奥运双人跳冠军的陈芋汐，她代表的是上海队，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 107D。我们再来看看她的表现如何。陈芋汐这一跳在入水时垂直度和水花处理的稍显瑕疵，最终只获得了76.5分。最后轮到在东京奥运会一战成名的寒门小将全红婵上场，本场比赛他代表的是广东队，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0 的动作 107D。听说他这个动作能让菲律宾跳水队一度陷入沉思，究竟是不是真的呢？我们拭目以待。水花处理得很好。果真如此，他这一跳虽然入水角度稍有偏离，但水花消失处理的相当漂亮，足以让菲律宾跳水队陷入沉思，最后获得了78.00分。首轮过后，张家齐3列榜首，全红婵位列第2，陈芋汐紧随其后。紧接着来到第2轮的激烈较量，在先上场的依旧是代表北京队的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407，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张家齐这一跳实在太漂亮了。无论是动作连贯度还是水花处理都堪称完美，最终裁判也是打出了84.8的高分。接下来轮到在第1轮较量中排名第3的陈芋汐上场，他依旧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407C。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轮会有怎样精彩的表现。差一点点。陈芋汐这一跳依旧没发挥好，在入水的一瞬间，由于身体打开过早，导致水花没有压住，最终只得到了78.4分。最后轮到在第1轮较量中位列第2的全红婵上场，他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407，这个动作也是他的杀手锏。看来他这是要准备反超张家齐，领跑榜首了呀！漂亮，看看会不会有裁判给满分。好家伙，真不愧是杀手锏动作！全红婵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完美的水花消失术，直接燃爆了全场，得到94.4高分的同时，第一总分172.4分，直接上升至榜首。紧接着进入第3轮激烈的较量，依旧是张家齐率先上场，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动作 207C， 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我们再来看看他这一轮能否依然稳定发挥。漂亮，好家伙！水花压得比我扔的石子都小，张家齐这一跳直接惊艳了全场，同时获得了94.05的高分。下面轮到在前2轮中发挥失常的陈芋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动作 626C。那么这一轮他能稳住心态，完美发挥吗？我们接着往下看。完成的还不错，陈芋汐虽然没有像前2轮那样发生太大的失误，但这一跳入水角度和水花处理还是稍显瑕疵，最终得到了82.5分。最后轮到领跑榜首的全红婵上场，他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207C，那么他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表现呢？我们共同拭目以待。不愧是东京奥运会满分冠军，只见他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堪称完美。最终裁判更是打出了94.05的高分，以总分266.45分，继续领跑榜首。张家齐紧随其后，法官陈芋汐则是调出了奖牌位。紧张激烈的第4轮较量开始后，率先上场的依旧是代表北京队的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 6243D， 毅力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非常可惜，张家齐这一跳发挥的并不理想，裁判只给了86.4分。紧接着轮到位列第4名的陈芋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3 的动作207，起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这一轮他能顶住压力，后者居上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是一个不错的表现。陈芋汐相较前3轮发挥的还算不错，最终获得了89.1分。最后轮到稳居榜首的全红婵上场，他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6243，毅力向后翻腾2周，转体1周半。那么他依旧能稳健发挥吗？咱们接着往下看。水花处理的很不错啊，但是角度不行。哎呀，难道全红婵和张家齐是被彼此的实力吓到了吗？这一跳同张家齐一样有所失误，同样只获得了86.4分。好在前3轮发挥稳定，总分依旧位列第1，张家齐紧随其后，陈芋汐上升到了第3，重新跻身进了奖牌位。金牌大战一触即发，冠军之位究竟花落谁家呢？我们回到比赛现场，共同见证。率先上场的依旧是张家齐，他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2 的动作5253，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半躯体。他如果想逆转全红婵夺冠，必须跳出不低于90分的高分。哎呀，稍微入水处理的差一点点啊，
从现场解说的语气中，我们不得而知，张家齐还是没能顶住压力，入水的一瞬间稍显失误，最终仅获得76.8分。不过，凭借前4轮积攒的巨大优势，斩获一枚奖牌肯定毫无悬念。具体是什么颜色，要看陈芋汐和全红婵的终极一跳了。位列第3的陈芋汐，最后一跳选择了同张家齐一样的动作5253，那么她能顶住压力，保住这枚铜牌吗？漂亮，陈芋汐最后一跳发挥的还算不错，获得83.2分的同时，也提前锁定了一枚铜牌。如果全红婵最后一跳依旧能够稳定发挥，那这枚金牌就是她的囊中之物了。她同样选择了难度系数为3.2的动作5253B。接下来让我们停止解说，拿出平板，共同来记录这一荣耀时刻。漂亮啊，这肯定是一个接近完美的分数。只见他果断纵身一跃，翩若惊鸿，宛如游龙，像天外飞仙一样直插水里，完美的水花消失术瞬间燃爆了现场，最终以总分440.85分轻松夺冠，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冠军。值得一提的是，全红婵作为场上年龄最小的选手，依然能稳住心态，鹤立群雄，强大的内心着实令人佩服。同时，这场比赛也告诉了我们，有志不在年高，英雄当初少年。这些稚气未脱的小女孩，年纪轻轻就肩负起了祖国的至高荣誉。小编不由得也想吟诗一首，祝愿他们日后永放光芒，红起冉冉少年心，海上轻盈身与世，婵娟与共中华梦，唯独男足不堪服。朋友们，你们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请在评论区留言。